这个火锅的有仪式的吗？我说有什么跟街舞的联系？就是闲聊，就闲聊。那为什么要选火锅这个方式？就是闲聊嘛，就是闲聊嘛，你看多闲聊啊，闲聊。你也开始会拆穿导演组套路了。你们瞧我的呢。哎，学习的很快。哇，你能吃好多蒜泥啊！我很爱吃，麻油蒜泥。对，正宗四川火锅吃法。是的。你是一直吃这个调料吗？因为以前看采访好像你是吃麻酱为主。对，开始是吃麻酱，后来在剧组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教了我这样吃，而且这样吃辣锅不是很辣，主要就是也符合我口味。麻油酱其实比较对肠胃比较好。我跟一博队长吃法一毛一样的。哦，它这里有那个勺，口味很浓烈，感觉。你是特别喜欢吃花生酱是吗？而且你不加酱料，不加那个酱油。钟汉良队长吃的酱是差不多的，都是酱油加葱那个。没有，我是醋而已，因为它没白醋嘛，就纯蘸醋啊？没有纯啊，就加点葱花。哦，我其实可以加香菜，我很喜欢香菜。我也很喜欢。你真的喜欢香菜？对，我很喜欢香菜，你不相信？我来一个。那我真的超喜欢，我是很喜欢，从小吃的。这个是香菜，对，这也是。哎，赵队长，你来，你先。OK， 我先不用，今天清汤来一个。那你一般吃火锅用蘸什么料？酱油、香菜、葱、蒜、花生酱。对，花生酱一点就够了。港式火锅的酱，从小就是这样吃啊。港式火锅酱，上海人一般都是花生酱加芝麻酱，然后一半一半了。我也是，妈上海，爸广东嘛，所以就不是。我是因为是不是我是，人家是啊。哦，抱歉。你是纯上海，我是纯上海人，对。 rapper， 上海 rapper。哎，我一直没接到你的梗，你为什么说我是 rapper？ 其实是博哥说的。嗯，不是我，啊，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博哥啊，给出一个结果。好，谁给的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突然一个 rapper 过来了，谁等下谁？Yo, let's go！ rapper 说不可以啊，所以是怎么样 rapper？ 我都不要回头听那 rapper。我也听进去了，对不起，我也听进去了，对不起。没。哎，要不要喝点饮料？冰的饮料。冰饮料吗？那这个就是来一个植入吗？还是是吧？自己离开一下，就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理解一下，是吧？ 够胆 ，Go battle， 够胆，勇闯天涯。那个杯子可以吗？不漏了吗？这个不漏了，你确定吗？你先那边试验一下。很难说。然后今天所有的菜其实都是你们点的，你们写的菜，然后点的这些菜。 腐竹，我猜，让我喜欢吃的也不是米饭，是石谷米。有香菜、贡菜、毛肚、掌中宝，还有，午餐肉是谁点的？我喜欢午餐肉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小时候就吃午餐肉啊，就是那个火锅的时候。但是我小时候上海人是很习惯吃一种叫梅林午餐肉，对，是不是那种罐头肉上去？哎，对，这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有。真的。什么？再说一次什么？梅林午餐肉，开关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，old school 的，现在基本这样。没有是吗？我没吃过，我外婆没。我小时候是住在上海的，应该现在还有的吧？ 现在还有，现在有。小时候，至少我小时候，上海人吃，晚上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时候，周末开荤就是吃红肠。得错呗。哎，得错。这个牛肉没有了吗？你点的牛肉吗？先生，你这个肥肉可以大方一点吗？好，谢谢。
哇哦！哇，这点那么多牛肉，牛肉和菠菜。啊！立新点的是牛肉和菠菜。啊，牛肉粒是你点的吗？牛肉应该是我点的。一博队长点的啥还记得吗？这个火腿肠，火腿肠啊，掌中宝，掌中宝。贡菜，啊，毛肚。这广东话叫什么歌？鳌头，鳌头啊，这是烤头，鳌头。鳌头，熬头。鳌头，我们讲的时候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你不是会唱广东话歌吗？你会广东话歌？刘德华老师。哪一首？回頭便知我心只有你，沿途路斜，愛卻在原地。平凡日子令我一再都回味，想你，心想你，心只有你。完全听得懂。標準。我不知道我標不標準，我廣東話 OK 啊嘛，係咪？我都唔知我 O 唔 OK 喎。我都唔知。分手總要在雨天，張學友。非常喜歡那首歌。總要在雨天，人別掛念從前，在痛哭擁抱告別後，從沒再見。嘉兒是聽張學友的那個年代的。你問我年代，小時候我聽什麼？應該是南語那個年代。冷冷雨我，我沒怎麼。怎樣找不到你？做乜嘢先？幹嘛？冷雨的一方法要等你經過。冷雨我。沒有。这歌太老了吧？沒有。我再往前推一點。这歌还有点早。你們小時候聽什麼歌啊？哥？劉德華老師，秋天不回來。就讓秋風帶走我的思念，帶走我的。你也是嗎？哦，我聽，什麼這麼熱？我吃辣，我聽那個周杰倫老師跟王力宏老師的歌。哦，對。更早謝謝。就比較靠近這20年的。你知道草蜢嗎？草蜢上是最有名的失戀陣線聯盟。第一季街舞的时候，最有名的一个 battle 就是石头和王子奇的，就是这首歌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是一样的傻。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知道這首歌？我找不到知音人。我媽媽在家裡都是放《該死的溫柔》啊，什麼就是那些歌。因為在我那個時候，聽草蜢而學跳舞的人特別多，我就是其中一個。我聽Beyond。哦，Beyond 是我最愛。 90年代對不對？那你們平時學舞的話，會用誰的歌？是最開始的話會聽誰的歌開始喜歡跳舞 Michael、Justin Timberlake。Justin Timberlake。我那時候是 Black Eyed Peas， 那個Black Eyed Peas。 Where's the Love？ 他們不跳舞啊？不是那首歌，是我們的那個基本功。你聽到這個歌就想跳舞嗎？也不是，就是哎，開課了，來了，要上課，要上課了，來了。以前國內的街舞的社團教舞的時候，也是用英文歌居多呢，還是中文歌、英文歌都有？我上課就全是英文。battle 的時候也都是英文歌為主嗎？偶爾會放1-2首 battle 的時候，那種很奇怪的歌時候會有中文歌是吧？港台歌有嗎？有沒有？那可能那時候還是屬於街舞剛剛起來的時候。對，但之前特別流行的，就是咱們節目裡面也有，他們拿那個老的廣東歌對跳舞。因為很多跳中文歌的這種流行歌曲的話，battle 的時候比較容易配合表情啊什麼之類的，出一些特別炸的招。一博，你開始學舞的時候就是純因為就是聽英文歌開始的。對，為什麼開始學？一開始，我喜歡，記憶特別深刻。我在小時候醫院裡打吊針的時候，
电视机前播动感地带街舞比赛，那个时候应该那个比赛还挺有名的。我觉得哇，好酷啊！看的是 breaking， 好酷啊，太酷了！然后我就跟我妈讲，我就说我好想学街舞，我妈不让，说要读书什么的。不是，他们觉得，因为那时候觉得街舞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一个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就一直在求我妈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说我成绩什么考到满分啊，怎么样，就是这种类似的。后来做到了吗？不记得，不重要。本来是个励志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我答应我妈妈一定要考到全班第1名，就可以学街舞，好励志的故事。那为什么那时候会觉得哎不是那么好呢？因为挺早了，那个时候也是08年、07年左右，就穿着打扮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接受，对，会觉得会有点痞，坏坏的。你是听到谁的歌就一定会？我小时候是老妈给我放，就是我想看那个口袋妖怪 Pokemon， 老妈给我放这个 Michael 的那个碟，好烦啊那个时候。我妈说看别人跳舞，看这个人跳舞跳这么好，她说这是天皇巨星。我想看 Pokemon， 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了，好像是跳舞跳得很好，但是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想看 Pokemon， 他想吸引你，没有。到后面自己突然觉得说，好像跳舞真的蛮酷的，就再去看回那些录影带，这样。6、7岁你妈就让你看 Michael 的舞蹈，是希望你学 Michael 跳舞吗？对我妈还给我上钢琴课，各种课什么上的我都要崩溃了。小孩在6、7岁的时候吧，应该还没有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嘛。我是从13岁的时候才给自己才有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产生的，就我想当一个歌手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目标的。我可能早一点，我是先是接触了街舞，然后看到了舞台，我觉得哇，在舞台上表演好酷。然后后来我又去学了吉他，但是最后吉他放弃了。我小时候特别好奇，我什么都学，就什么画画、素描、国画、什么蜡笔画，这种都学。全是你自己的兴趣吗？啊，我就是想去，但是就是学几个星期就不再见了，学一段时间就再见，学一段时间就再见。然后小时候还很喜欢滑轮滑，对，男生很喜欢轮滑。对，然后再到后来就只有街舞了。我也是Michael，一样同样。像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些唱中文歌的歌手，曹猛啊、杜德伟啊，我也是13、14岁开始很喜欢跳舞。我听说您是最开始在香港，也是无线训练班吧？对，就是13、14岁开始晚上去那些兴趣班啊，就有一些叫跳 jazz 的，在电视台有做过一段时间的舞者。就我们看以前的电视台，就是会不同的歌手来打歌啊，然后你要帮他伴舞。当时不是现在那样，就自己的歌，然后自己的编排，通常是电视台帮你编排好，那歌手来唱。那所以你经常要帮歌手伴舞。我就是每天要练，每天下午练，然后晚上就要去表演。我知道伴舞的那个舞，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叫 commercial dance 啊，就是商业舞和商业舞。就我们那个舞团参加商演挣过一次，就是外快。对，那是第一次我以街舞嘉宾表演。那时候跳 breaking 嘛，有一个小的 freeze 卡在那儿，然后卡砰砰砰砰把我压下去，就印象还挺深的。然后那次是拿了100块钱。所以你没有做过伴舞的经历吗？你也给人伴过舞啊？可能是要出道前给一些前辈们。是的，对，就是当练习生的。对。哎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，我那时候是帮练习生的伴舞。帮练习生伴舞？我是练习生的伴舞，因为我们练习生那时候有级别的，有教育生，有什么准备出道生什么的，我是最初的那个级别，所以他们有一些舞台在他们一个 showcase 里面是需要伴舞的。哦，那时候伴过。一开始是有基本功课，可能里面就是你说的 hip hop， 所有的 groove、rhythm， 你的 step、你的线、你的快慢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练1年，之后我才练其他。我们公司是那时候是这个体系。哎，所以练习生也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。最基本功，然后我是练了1年，对，我是有一个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考试，
我是每次都是失败，1年后才过的，都会有吧？你们公司哥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吗？是基就是本功吗？一进去的时候，一进公司的时候，没有基本功课吗？有。点头点2小时嘛。我那个时候一直跟对我那个时候当 PD 的时候，我跟练习生这样吧，对啊，点头点。对，这样嘛，练前面什么这个，哇，太多了。转，我不会，你就不要这样。我还可以，啊，真的吗？我就是脖子短点，但是动还可以。我们那时候还在镜子画一个点哦。身体不能动。你那个点在你这里，你不能动，然后去做你的 isolation 啊，这身体分离那时候是有的。那个镜子离你有多近？没有，就是大概这样吧。然后，因为我近视，哎，我很好奇，你近视为什么不戴隐形眼镜啥的？我试过，但是不适合，就是怕我反正有恐惧。但显然度数也不会很深啊。深的300-400啊。哦，那还所以我现在看歌你们，其实看不到脸。但你知道你这样不戴的话，你会越来越深吗？我 OK， 我还是还好，他如果定的话还好。哦，它可以这样的，300-400可以还好，就真的。那你看那些选手比赛的时候，哎，这个还是看得到。额外的一条毛巾。他们的脸的那些毛孔我就看不到了。毛孔我们也看不到。不是，你是说你就视力300-400？放大镜的视力吗？我就反正你可以看到那个轮廓和大概的样子。对，整个感觉嘛。但我这里有颗痣，你就看不到。就比如说你现在胡子哥，我是看到有点灰黑黑的，但是我是仔细看不到。哦，这是加了柔胶。就是在水里睁眼的感觉吗？没有这么夸张啊！哎，其实我在说这个街舞这个文化，确实是，我我跟我的舞蹈老师在街头跳舞的时候，大家都投来很异样的目光，但其实街舞就是在街上跳的呀。对啊，就是在街头上没有音乐，甚至就是没有音乐，就大家跳。我看就是视频上下着雨，他们就跳，就各种跳，没有音乐。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去告诉更多的人，你只要心里有律动，你有 beat， 就像他说的一样，然后一博说的一样，就哪怕没有音乐你可以跳起来，有音乐你应该跳得更嗨。我在那里跳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国内吗？就是上海的一个街头边上，叫江边上，别人都说。黄浦江边上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浦东吧，反正就是啊，那就是黄浦江边嘛，那就黄浦江边。一星哥之前在海外街头也跳过，那个气氛 OK 的。对啊，很接受。那些车就那里停着就看，就会看，他们就会拍，就比方跳得好的时候，哦，还蛮好的。外国人应该都挺放得开的，放得开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跟那个大妈一样，就是广场舞一样。对，就是我们应该跟广场舞一样，就是随意的跳，开心的跳。当然了，如果是实在是扰民了，那还是不好。